欢迎收看今天的李蹦云游。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来开箱。好，那我们这次开箱的主题有点特别哦，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是全家的福袋，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是热压吐司机，那是在头绿把上夹出来的。是，然后蛮特别。一般的福袋开箱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腻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开，没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就是用娃娃机夹出来的热压吐司机，然后搭配开箱出来的零食，然后我们要做出一些很特别的创意料理。那我们就听起来有点可怕。应该还好吧，反正就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尝试利用它里面的东西来做这个创意料理，就是创意的热压吐司。我们先看这个福袋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希望是一个我们好发挥的食材。如果它让我们不好发挥，我们就只好拿其他食材出来，就是做一点加强这样。有什么呢？外面在放鞭炮。我们快速的去，然后这个面好像还不错，面不错，方块酥应该还可以，虾味鲜还可以。泡面可以发挥吗？卡迪娜的德中薯条，没看过口味。这是韩国的春川炸鸡，白烂猫，一瓶奥利多水，奥利多水是没有办法发挥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耶。好的，用这个来做热压吐司感觉不错。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食材好像有点弱，没有什么多利多子啊，或者是咸蛋黄、乐事之类的。只有虾味鲜。第一 round 我们会先用这个福袋里面的东西来做我们的热压吐司，会有第二 round 的食材，第二 round 食材等一下来让大家看。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热压吐司机。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热压吐司机，上面还有它的标签哦。好，热压吐司机非常方便。这边可以就是做2组的热压吐司，它接一次要大概几分钟？大概就是刷个牙的时间，我大概3-5分钟去刷洗脸，然后回来就可以吃早餐，非常方便。我自己在家里有用另外一台，那我就拿来煎鸡腿，或者是煎香肠类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就是实际是操作一次这个机器让大家看，然后这一台热压吐司机的我大概夹出了3-4台吧，然后相关的影片就是会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我们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第2 round 的食材，那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创造一些更有创意的料理，所以我们准备了以下的食材。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食材，这是来自日本的零食区，泰国的零食区，然后是泰国的零食区，然后这个是台湾的零食区，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吃热压吐司必备的这个起司啊，还有火腿片。那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创意料理 ，Go Go！ 我们第一个就是先加我们这个曼陀珠，第一个大魔王，我觉得是我们所有食材里面最可怕的一个东西。那看一下我们要加几颗。因为这个是三角形的，所以我想说我就加个，这样应该可以加个10颗吧，原本压不下去，少一点好了，不要太多颗，6颗就好了。那第二个就是 Pocky 的牛奶，它是那个 Oreo 口味的 Pocky Oreo 口味的牛奶棒。那我们就是截取精华的部分，整段放进去吗？第3个，因为想要吃比较正常版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好了，鸡丁口味的这个新太郎。个人预期它应该是会蛮好吃的一个东西。这个点心面呢，我们就是除了它本体之外，我们决定再加一点起司进去。那我们再拿另外2片来把它盖起来。也不用，那我要先滚。经过1分钟之后，它已经好了，大概1到2分钟，还挺烫的。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剖面长什么样子，然后顺便试吃。很漂亮。为了方便我们切食，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小白跟小黑。这样比较好切。哇哦，这是曼陀珠的断面，然后但是完全看不出这是曼陀珠的断面。Pocky 的断面感觉有点像是红豆面包，点心面的起司口味，这牵丝的这个程度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吃的感觉。只有点心面，只有
点心面的热压吐司。试吃时间，我先来吃吃看这个曼陀珠系曼列，陀珠口味。这个个人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有融合在一起吗？然后因为这个曼陀珠它是薄荷口味的曼陀珠，所以你吃下去就是除了热压吐司那个本身脆脆的那感觉，然后你嘴巴会蔓延出那个薄荷的曼陀珠的味道，其实是有点诡异，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曼陀珠融化之后，事实上它会渗进面包里，有点像抹薄荷酱在你的面包上面，还不错，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尝试看看。下一个是我们的 Oreo Pocky 口味，有点像红豆面包。我觉得这个还蛮搭的，因为它的 Oreo 的外面的那个酱啊，就是整个已经融化，然后融合在那个面包里面，然后那个饼干是有一点那种脆脆的感觉，所以吃起来味道是还不错。还不错，很甜点的一道菜。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吃很多，所以我们都只吃一口了。那我们先吃没有起司的好了。好，没有起司的。对，这里面就是点心面，没有起司的话，它看起来有点松松，随时都会掉下来。它少了一点感觉，因为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这点心面就是加热之后好像变得有点软掉的感觉，但是它有那个点心面那种西施面的那一种味道在里面，算是还蛮特别，但是我觉得少了一个什么的感觉，就是少了起司啦。这个有起司之后的感觉就不一样，那我要来试吃了。我觉得我们起司加太少，所以吃起来的感觉好像跟只比刚刚多了一个那个起司的、多了一点点起司的味道，对，然后多了一点点视觉效果，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我觉得还好。应该要再多一点才会切开它就融开。鸡丝面的加起司的我觉得可以。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轮了，第二 round 一样是浮在里面的，然后有一个这个排骨鸡的干面，我们决定就是先把它泡开之后再来做尝试。那我们先试这3个，没问题。那我来加快，所以我们一人做一边。卡提娜感觉有点粗啊，卡提娜长得跟虾味鲜一样卡提娜感觉放3根就满，方块酥感觉是一个放2块就满的那种。到了试吃时间，卡提娜有点软掉了，应该是因为面包一烤之后，然后就不断的有水汽。方块酥，老杨方块酥，虾味鲜，虾味鲜也是软掉了，这是最重要的。有起司的，它还是一样没有融到有拔丝，可以的，蛮漂亮的。那我们来试吃了，从卡提娜开始，我这里面只有2根卡提娜而已。重点是卡提娜加热之后就变得不好吃了。那卡提娜整个软掉就是失去那个味道。卡提娜本身外面的那个粉味道是蛮香的，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大概一片只能放3根，就是觉得好像放的有点少，有披萨的感觉。对，但是口感有点像在吃橡皮筋吧，稍微有点可惜。好，下一个，这个老杨方块酥。你看，老杨方块酥它完全没有融化跟混合在热压吐司里面的感觉，它就是老杨方块酥，然后外面夹了2片吐司。我觉得这个不是，完全是分开了。不然就是老杨方块酥要捣碎之后加一点其他的酱。下一个，这跟分开吃一样，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虾味鲜。因为虾味鲜，可预期它可能跟卡迪娜很像。虾味鲜比卡迪娜再可惜一点，因为就是它不是粉状，所以你的面包搭不上那个味道。然后虾味鲜韧掉之后就好难咬了。它很像那种在外面放太久，然后饼干软掉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吐司里面有点妙妙的，直接吃起司啦，起司可能会好一点。发出来了。我们这次起司加的比较多，所以起司的热压吐司面包是好吃的，但是加了虾味鲜之后没有什么感觉。对，而且反而增加奇怪的口感。对，没什么存在感，没味道，但是会不是很好咬。第2 round 结束，第3 round。在我们处理其他的食材的时候，我先来做比较咸的版本，不是比较咸的版本，比较正常的，比较正常的版本。我们要来做火腿跟卤肉饭，做这个
面包的消耗量也还蛮大的，一次就2片。那我们火腿就直接放啦。我们要卤肉跟饭，起司卤肉饭。这个是火腿跟起司的版本，然后这个是卤肉饭，然后有一片是有加 cheese 的。那我们来看看横剖面，横剖，对，这个还蛮像我们在泰国吃到的那种热压吐司的感觉。哦，挤出来了。好，那就不用切了，一人一份吧。好，先看看卤肉饭。这个是有起司的卤肉饭，对，爆浆了。哦，好像也是个不错的组合。感觉很棒。好，起司是这个哦，这个才是有起司的，对，所以刚刚那个是没有起司。我要先吃有起司的卤肉饭，这个可以说是我今天最期待的起司卤肉饭。平常吃卤肉饭好像也不会加起司。卤肉饭的不错。因为卤肉饭本身就很好吃，然后再加上这个外面热压吐司这个脆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一点起司，非常棒。其实不用加起司，普通的卤肉饭就很好吃。默默就被我吃完了，这个适合拿来当主食，还不错的选择。下次你就会看到，就是夜市的热压吐司里面会卖卤肉饭口味，搞不好。接下来要试就是比较正常的啦，这就是我们就是火腿加起司。然后这是中规中矩，在泰国蛮常看到这种，就中规中矩的，就还蛮适合平常吃早餐的时候吃这个东西。这是那个刚刚全家福袋里面的那个排骨鸡，对，排骨鸡的干面。那我们会用这个做一份，那我们再来做一份甜的好了。好啊，先做蒟蒻好。好，这是日本就是很有名，但是大家还蛮喜欢吃的蒟蒻。然后它这个是不是吧？萨库拉啊，这是樱桃口味。我们的面一样，一半加起司，一半不加好。好啊。蒟蒻感觉比较厉害，因为我觉得蒟蒻可能已经湿掉了。天哪！蒟蒻融掉了，它融掉之后，那个汁，它就变液体了。对，它变液体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蒟蒻让它冷却一下，先吃泡面。好，那我们先切泡面。好，泡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软软的。这个是很像口袋饼干、口袋包包的那种，这个是有起司的版本。看到起司了。我们先吃普通的，这是没有起司的版本。有果酱跑到隔壁来了啦，从果冻跑过来了。吃这个有起司哦。好，不太合，搭不太在一起。进嘴巴之后，它们就自动分开。应该说是一个可以吃的食物，但是融合的不是很好。好，这个失败。那巧克力好，有种那种挤痘痘的。那没有融化，干掉了。它已经恢复成凝体，就是会恢复成果冻的太阳。那我们就给它切了。对不起，不要切了，你直接吃吧。喷汁。怪恶心。好，直接吃。这个呢，就直接吃，记得要带着盘子吃。可能会有点烫。先吃巧克力好。我觉得这还蛮期待的，这是甜食的感觉。然后它的剖面还蛮漂亮的。太甜了。太甜了。对，但是还不错。因为它是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都有。大概就跟我们一般在外面吃到热压吐司就是巧克力酱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多了白巧克力的口感。剩下最后一个要试吃的，是一个有点可怕的食物。你要边吃边吸。
会烫吗？会。吃这个有点像是在吃那种什么流沙包还是什么的感觉，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蒟蒻啊，整个都变液体，你就想象是果酱吗？还是什么热的果酱，然后在里面就是这样飘出来。我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重新冷却之后的果冻，冷却后的蒟蒻，完全不影响它的口感。哇！味道搭吗？味道看起来是不太顺。觉得很像是你在吃那种干的面包，然后配上热的果汁的那种感觉。果酱、果汁，比较稠一点、浓稠一点点的果汁，然后味道算是蛮奇妙的，有点像苹果派，就是比较刚出炉的那个苹果派的那种感觉，就是会烫嘴的感觉。对，有点像。只是我们这是草莓，那个是樱桃派。樱桃派，我们要来做我们最后一 round 了，因为我们的面包不够，然后那个瑞穗的那个太长了，要再加工才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决定直接用面包皮。对，做最后一 round，布丁跟什么？珍珠奶茶，这是 Coco 的真奶，厉害。今天都没有业配，这都不是业配。大家欢迎各个以上出现过的食品找我们业配。那我们要加真奶热压吐司，要不要再加个什么起司之类的？还是不要？起司哦，好像也可以。真奶热压吐司，然后加起司。起司加一半。好，加一半。拨云见日，不是那个拨云。而且也不担心，因为珍珠压下去，它就会自己移动。感觉这个才是黑暗料理。什么黑暗料理？我们是创意料理。最后一 round，珍珠热的应该不会是硬的，它应该还是软珍珠。你要切片，我切另外一个，这个已经开了，一切就喷准。这个是有起司，哦，两边是炸开。哇，它已经不再是热压吐司了，它就只是三明治。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切了？对，我忘记我们是两种口味。不要喷。哦，咕溜，咕溜，有一颗喷出来，还喷很多颗。好，布丁。它我一切它就又喷了。没关系，我们就是要拍喷的瞬间。真的变水了。布丁不能这样吃，布丁变一体了 ，QQ， 而且还不断的噗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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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好可怕！耶，挑战真奶，你要先吃哪一个？起司到了。我觉得还蛮搭的。我觉得可能要撒一点奶茶，就是因为面包的味道就没有特别的味道，珍珠的味道不会带到面包去。哦，比较像我们可能，因为我们选的珍珠不是黑糖珍珠那种，对，就是没有那么重，没有香味。但是你要吃起司那个，我觉得起司跟珍珠搭起来，还有配热压吐司，它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甜点，味道挺特别，还不错。尝尝看，你把起司都吃光了。因为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有点咸咸的珍珠，还不错。大家在家可以尝试看看这口味。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布丁不可以拿去加热，加热会变液体。加热对，这好像也是蛮常识的。但你如果想要拿来抹你的吐司，你就把布丁拿去加热一点点，它就变成半果酱的状态。感觉它从上面喷掉。有跌了！拿好。我刚才想说，我觉得其他可以。这个太。那我
讲一下吃这个布丁口味的感想。它很像就是我们在那个热压吐司里面倒进那个那种调味乳，就是果汁口味的调味乳的那种感觉，然后颜色也蛮像的。那基本上我觉得它的味道算是还不错啊，就是还算蛮好吃，但是可能烤完之后要把它放冷却一下，让它就是变成比较固体的形状之后再吃会比较适合，不然就是会喷汁，像我们刚刚一样。还拿歪了。好，哎、你拿盘子接好，又喷了，然后把它擦掉。我决定把它放冷却之后再吃。我们要做最后一次啦，各式各样的 KitKat， 这个是酱油口味，日本酒跟美酒，每一块的颜色长得都一模一样。你会分不清楚哪一个是什么口味？那我们只能凭这个面包的位置来去记，这是美酒，这是清酒，跟这个是酱油风味。那我们要来看啦，盖。我们最后一 round， 我的螺饭怎么出现的？先把我们这边边切掉。这一节是酱油口味，这是美酒，这是清酒。我们来看看美酒长什么样子。所以这种面包看起来会比较好吃。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我闻到了，很浓的酒味。这个是清酒，我觉得这个闻起来比较像清酒，这是美酒。可能要吃了才会比较有感觉。这个是酱油，它的外观长得都一样。这个感觉比较明显的。这个原本的巧克力状况比较像，对，然后这个另外其他有点都融掉了。美酒，这闻起来没有什么美酒的感觉。你有吃到美酒吗？我知道酒气，我知道了。然后因为它里面也是饼干芯，那饼干芯加热之后吸收了面包的湿气，饼干就变韧了。清酒的酒气反而没那么多。我觉得以创意料理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分数应该算蛮高的，因为它有那个甜甜的感觉，又有那个酒的香气，对，应该会蛮受年轻人或者是女性的喜欢。可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多加一点酱，因为它这样单吃起来有点干。最后一个酱油口味，它反而比较脆，因为它已经到了边边，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压很密，受热就没有受热那么均匀。KitKat 系列其实都还蛮适合做这个热压吐司的。对，每一种口味各有各的不同的风味，但是都还蛮有创意的。可能再加一点巧克力酱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我觉得会让它味道更，就是你吃起来不会这么干。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箱，还有我们的所有创意料理的试吃。综合今天的评价，我们各讲各的。我觉得今天让我觉得最有新意的，然后最有创新料理第一名的是这个 KitKat 口味的，它是属于比较甜食，各种不同口味做下去都有各种不同口味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那我个人觉得卤肉饭的味道最吸引我，因为卤肉饭的味道最香，然后又有肉，还要加起司，对不对？对，起司才可以让它更上一层楼。在那里加起司那个其实也蛮不错的，虽然说有很多人觉得那是恶搞料理，但是我觉得吃起来是一个可以上市的料理，可以尝尝看。那我们今天的试吃跟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啦。各种食材都是在外面可以买到的。那如果想要看我们就是在试吃其他什么特别的料理，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想看我们更多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开启小铃铛哦。那下次见啦，拜拜。后面有一只猫，只有它在抗议。面包吃太多了，好腻哦。面包吃太多了，今天血糖会飙高。今天吃掉一袋吐司哎，哇，一袋吐司有点多。然后还有很多甜食。还有对，我们要准备进行下一 round 哦。我还没说完。我先讲。